天气变热，很多多肉植物都即将开始休眠，用睡觉的方式逃避高温。有些花友的多肉甚至已经休眠了。多肉植物休眠以后的养护和非休眠的养护是不一样的。发现多肉休眠就要及时调整养护方法，否则容易养出问题来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介绍一下多肉夏季休眠。多肉进入休眠期的4种表现，超过3种，说明已经休眠了。快看看你家的肉休眠了没有？1. 停止生长。多肉植物一旦进入休眠，生长就会停止。所以温度逐渐上升以后，就要注意观察肉的新叶变化。要是新叶还在不断变大，有更新的小叶长出，就是没有休眠，在生长。要是肉的新叶已经好长时间都不变了，也没有更新的小叶长出，就很可能已经休眠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温度长时间高于30度，部分多肉就会停止生长或者长速变慢。温度长时间高于35度，大部分多肉都会停止生长，就算有个别品种比较耐高温，依然是在生长的，长速也变得极其缓慢，不像春天或者初夏那样，几天就能发现明显变化。2. 叶片向中间聚拢。花朵状的多肉植物在休眠的时候，往往叶片都向中间聚拢，变成一个包子。这样做有2个好处，一个是外围老叶保护中间嫩叶，防止高温强光会灼伤它们；另外一个是叶片聚拢起来，受光面积变小，能节省水分蒸发。所以，要是你的多肉慢慢变成一个包子了，那就应该是休眠了。要是你的多肉叶片都还是散开来，很可能没休眠，依然在生长。多肉休眠时，叶片向中间聚拢，只是针对光照比较充足的情况。要是你的多肉养在光照不足的地方，就算休眠了，叶子也可能是四散开来的，因为它不担心嫩叶会晒伤，不担心水分蒸发速度会变大。因此，判断多肉植物是否真的休眠，除了看叶子的聚拢程度以外，还应该看新叶生长与否。3. 底部叶子发黄，干枯明显。多肉植物休眠以后，根系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下降，老叶的消耗速度就会变快，底部老叶容易发蔫、发黄干枯。要是你的多肉底部老叶发黄、干枯明显，但是中上部叶子很正常，说明可能休眠了。当然，多肉底部老叶发黄、干枯明显时，要注意辨别是烂根还是休眠。烂根以后，根系不能吸收养分水分，底部老叶发黄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。只不过烂根以后，中上部叶子表现也会变差，但休眠后，中上部叶子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正因为多肉植物休眠后，吸收养分水分的能力下降，所以一定要控制浇水。否则浇水多，根系吸收不了，植料长时间潮湿，就容易烂根和生各种病虫害。休眠程度越深，浇水就越要控制。多肉因为休眠，底部老叶发黄干枯时，别把老叶摘掉。发黄干枯的老叶对中上部叶子有保护作用，摘掉以后，中上部叶子暴露在外面，就很容易发黄干枯，导致叶片损失的越来越多。4. 叶色暗淡无光。多肉植物在没有休眠的时候，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，可以吸收养分水分，叶子看起来就比较有光泽。当多肉休眠以后，吸收养分水分的能力下降，光合作用能力也下降，叶子看起来就灰不溜秋，没有光泽。一些原本状态很好的多肉，休眠以后颜值也会直线下降。所以，要是你的多肉叶子没有光泽了，不好看了，那可能就是休眠了。休眠期的多肉叶绿素合成的少，对光照的抵抗力比较弱，要避免强光暴晒，否则容易晒伤或者直接将外围的叶子晒黄、晒干或者整株晒死。多肉植物休眠以后，只要活着就好，等秋天苏醒后，一切都能回来。要是休眠后还在乎它的颜值，很可能度不过夏天。夏天多肉休眠后的养护。通风，多肉植物休眠以后，一定要通风好，不容易出问题。另外，通风好的多肉，秋天早早能苏醒过来开始生长。要是将休眠的多肉嫩养在室内，危害是特别大的，就算能顺利度过夏天，秋天也迟迟醒不来，或者醒来以后没有好的长势。遮光，多肉植物休眠以后，遮光很有必要。遮光一方面可以降低环境温度，另外一方面可以减少老叶损耗，
有些休眠的多肉暴晒是会晒死的，所以气温长时间高于30度，就应该开始给早早休眠的肉遮光了。控制浇水，多肉植物休眠以后，对水分的需求比较少，根系活跃性下降，就要控水养护。要是浇水太多，植料潮湿就会引起烂根。但在高温情况下，给多肉控水也不能一直控下去，一点水都不给，那样所有根系都会干死。可以在盆栽差不多干透的时候，沿着盆边浇一点生命水，维持根系基本的生长需要，避免秋天变成干柴。多肉进入休眠期的4种表现，超过2种，说明已经休眠了。你家的肉休眠了吗？南方地区有些花友的多肉估计已经开始休眠了，北方地区的肉估计还在旺盛生长期。觉得有用点个赞，关注我了解更多养花知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花花粉丝的肉都能坚挺的熬过这个夏天。大家加油！我们下期见。